去年传祺 ZX4R 在网络上被凯越450各种对标，各种吊打。本期拆一台传祺 ZX4R 发动机，来看看发动机用料上面谁好过谁。这是它的触发信号盘，传祺一贯的风格。发布1年就能拆到这个发动机，我也是挺意外的。作为曾经的忍4车主，我也好奇这个发动机啊。先看看离合，离合是日本富士离合，这个在意料之中，比凯越450那个离合好，最起码它成本要高。再来看一下它的离合片，离合片就不用多说了，肯定是纸基离合片，也是富士家的。看这个钢片都烧变色了，但是没有磨损，看来车主造车造的挺狠啊，没少翘头啊。我认为这不应该是什么退货，因为我记得新的离合片没有这个颜色，离合大鼓也是富士的。这个离合的布局跟传祺的忍者400是一样的，离合片跟忍者400也是通用的。轴承呢，用的是日本 NTN 的 TMB 系列长寿命轴承。再强调一句啊，不是天马，这 TMB 属于 NTN 的一个系列。ZX4R 呢也是经历过3次召回，我知道的啊。第一次是因为磁链机的螺丝没拧到位，第二次是活塞的问题，第3次是漏油问题。所以再次提醒一下国产厂家，有召回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，我反而认为它是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。你们说呢？看一下凸轮轴的压盖没有磨损，这一个也可以，最左面的也没有问题。看一眼凸轮轴，凸轮轴用的是合金钢锻造的凸轮轴，但愿以后别减配，因为忍者400的从2023年就开始减配了，从合金钢锻造换成了铸铁的凸轮轴。当然减配必须批评，反正我的忍4是已经卖了，倒也无所谓。我还是希望价格战就别打了，减配的钱都给车主用些好东西，这不是更好吗？还有利于行业发展，你们说是不是？看一下它的钢呢是电镀陶瓷气钢，性能摩托车都是用电镀陶瓷气钢。我当时拆凯越450的时候，它不是电镀陶瓷气钢，它是铸铁钢套，还有一大堆人反驳。打个光给你们瞅瞅，漂不漂亮？汽车铸铁钢体，极限大，他说的是钢体，不是钢套。所以你看摩托车里面只要涉及到性能机，100%是陶瓷钢，目前来看全都是。再来看一下活塞，传祺比较喜欢用高规律活塞，这也是他们活塞的特点，就没上锻造活塞。像新款的传祺小牛大牛，它用的是锻造活塞。活塞环看一眼，用的是锂盐的活塞环。记得去年凯越450和传祺 ZX4R 和 ZX4R 发布的时候，网友是2种状态啊。准备买传祺 ZX4R 的，他连凯越450一眼都不看；另一种就是网友觉得买的 ZX4R 就是大白种，7万多块钱买这么一个玩意儿，所以这个事儿大家再评价一下吧。另外呢，前年的赛421等于也是对这台机器的复刻，前年把它是刚劲不变，行程拉长一点，把它的低扭提升一下。看一下旧底壳，里面有块异物，旧底壳一有异物的话就不大好。当然 ZX4R 的配件也是很贵的，请 ZX4R 和 ZX4R 车主一定要爱惜，光一条曲轴的零售价就是7000多块钱，
于是乎，我的任务又来了。后面我会把赛421的曲轴、连杆等配件往这个传奇的 ZX4R 上面装。如果说完美适配，咱是不是又得感谢一波钱江呢？反正赛421的曲轴我已经搞到了。来看一下瓦片，曲轴瓦呢是正常的使用痕迹，但是车主造的确实比较狠啊。瓦片品牌呢是日本大同的，这个用料几乎也是拉满。来看一下它的曲轴，3缸的曲轴位置，大家看颜色就看出来了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拉了。所以再次提醒大家，特别是高转机一定要热车，千万不要冷车去拉油门，要等机油温度上来啊。看一下2缸的连杆瓦，马上就要完蛋。连杆瓦的品牌呢也是日本的大同，都是同级瓦啊。这个瓦片已经没有弹性了，等于是已经完蛋了啊。大家看一看，可以随意晃动。再来看看已经确认拉了的3缸，连杆这样子已经是废了。连杆瓦是粘在曲轴上把它给抠下来，已经是拉成这样了。再看一下4缸的连杆瓦，这样看也是不容乐观。1缸的连杆瓦也是不行了，这是肯定得换的了。这种情况呢，咱们再来看一下曲轴，曲轴也是拉伤，其他的轴颈还好，但是曲轴只要换一个轴颈就不大好了。上侧的曲轴瓦也可以没问题，曲轴呢也是各木钢锻造的，石龟链用的是博格华纳的。好了，这个怎么修呢？还得等车主确认，具体是用赛421的曲轴修，还是直接用这个川崎原装的，我后面出装机视频会告诉大家。这个发动机总体用料是比凯越450要好的，也比如这陶瓷钢。好了，喜欢的老铁给咱点个赞啊！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。Fearless